陆雪，陆雪，你个赔钱货，快给我松绑！快给我松绑！你疯了！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二郎，3个月了，一封信都没有。没消息就是好消息，把饼胚端出来，今儿第一天出摊儿，别误了时辰。爹娘，走，今天开张，目标卖光。这肉夹馍绝了，明天还来。大娘，再给我加个蛋。哼，得意什么？一个卖肉的。老头子，今天卖了快800文。多少？明天翻倍。哟，小娘子，新来的，规矩懂不懂？这条街青龙帮罩着。几位爷，这是我们的孝敬。这点可不够，要不小娘子跟哥哥走，保你吃香喝辣。钱哥说的对，是我们不懂事。够了吧？小雪，娘，收摊，今晚我有点事。那小娘们儿迟早把她弄到手。操！老子怎么觉得后脖颈发凉？拿来吧。少侠，好汉，我错了，我有钱都给你，你放过我。可我嫌少怎么办？好汉，真没有了。可我还是觉得少啊。就剩这么多了，我发誓。啊！老三，远山媳妇在家吗？这是10万火急。李正说：“我在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后山出事了，满仓和几个小子上山，发现一大片狼脚印，绝不止一头野狼。远山媳妇儿不好了，满仓他们几个今儿上山，在后山腰上发现了狼脚印，4、5只，不止一头。狼？咱村附近哪儿来的狼？你之前上山打猎碰见过狼群没有？李正说：“您别急，脚印在哪座山？附近有没有血迹？”就椴树那片，没血迹，但脚印乱，像是在转圈。原地转圈不是觅食，是狼群在示警，是小白在提醒我。李正说：“今晚让大家关好门户，孩子别在山脚玩。要不我召集村里青年跟你一同进山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不用，人多反倒不便。明天一早我自己去。行，那你千万小心。狼脚印是我们发现的，我们跟你上山，我们可以扔石头砸他们。满仓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石头没砸中狼，反倒先把我误伤了？那要不我们回去练练准头？不用，你们回去，最近别上山。弟妹，真不用帮忙？不用，都回去。行了行了，不许蹭，你嘴上还有血啊！小白，带我过去。是熊的抓痕，你们被熊从领地赶出来了，你们暂且留在这片深山，往林子最深处躲藏，绝对不能踏山林边界，听见没有？一旦下山进村，村民会动手猎杀你们。今晚我在山脚守着，你们哪儿都别去。弟妹，夜里山林凶险，真不用我们留下来陪你守夜。大哥，你们都回家休息，我独自守一晚就够了。山上那群狼就是你从进山结识的那批？被熊赶出来的，不是来害人的。夜里多加提防，万事小心。
这熊蛮力远超野猪，单凭我一人，今夜恐怕难以脱身。好在如今有狼群协助。小白，咬他腿！小白，上！别往前凑，那边全是狼。再说你弟妹这模样，太吓人了。弟妹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弟妹有什么不妥？我弟妹多厉害！小白，他是自己人，没有恶意。这哪能跟狼亲近？实在太过凶险，早晚要出事。凶险什么？咱们村竟有人能号令群狼，往后进山再也不怕野兽了。陆雪，私自豢养狼群这件事，你必须给全村一个交代。交代？狼群我安置在深山，既没带进村子，也从未伤过村民，我何来过错？你留着这群野狼，往后村民哪里还敢上山砍柴采药？您这话说的，你们现在站的这地方，以前你们敢来？你这分明是强词狡辩，谁能保证这头黑熊不是狼群引下山的祸患？哦，那你说是就是呗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狼你不能养。可以啊，不养就不养呗。那你还不赶紧杀掉他们？凭什么？我欠你的。狼群有多危险你不知道吗？咬人怎么办？他们又没咬我，你要是觉得危险，你杀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狼可记仇的很。今日但凡伤他们其中一头，往后深山之内，诸位千万小心。袁山媳妇儿，这狼群在村里养确实不妥。我没想在村里养，让他们在山上待着就行。昨夜若不是狼群拼死联手阻拦黑熊，这巨兽一旦冲下山，村中妇孺老幼无人能幸免。你们可想过后果？这是可是不是熊？也是熊抓的。小白他们的地盘离这隔着3、4个山头，这头熊也是被赶出来的。深山里藏着未知东西，把他们全赶出来了。难不成山里野兽要集体暴动了？当年逃荒，深山起大火，野兽疯了似的冲下山，伤人毁屋，我爹就是被发狂的野兽活活咬死的。这只是你自己的猜测罢了。随便，信不信由你。所有人听我说，从今日起，全村轮流守夜。家中有2名男丁的，务必出1人值守，8人为一队，分批次的在山脚轮班警戒。李昭，真有野兽下来，守夜的岂不是很危险？3个来了，8个人扛得住；一群来了，狼比咱发现的早，狼嚎一响，全村都能醒。对啊，这群狼就是火警报，他们一叫，咱们就能提前准备。可之前有人执意不让我留着狼群，我本来都打算把他们赶回深山，不再靠近村落。李叔，有狼在前面挡着，咱们全村都能安全不少。弟妹，咱真养狼啊？他们的伙食恐怕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吧？大哥，他们是狼，比我们会抓猎物。狼群安置在后山不进村，大家可有异议？没异议。那这头熊该如何分配？猎到的肉分一份给狼群，熊掌、熊胆、整张熊皮全部归我。远山媳妇儿，熊掌的，让我看看。好家伙，这般品相，这般分量，我悠然居经营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成色这么上等的熊掌，这腥味也太重了。2只熊掌，我出45两银子。娘，收好。45两，我种了一辈子地。下次有这种好货，直接送悠然居，别让我跑这一套。神气啥？你想要我们还不一定卖给你们。小雪，爹，关门，兽潮来了。娘，带孩子们进屋。都看清楚，没有这群狼死扛，今晚全村田地全要被野猪踏烂，你们1年口粮全没。往后谁再说狼群不好使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
这般杀伐利落，当真只是寻常女子？陆姑娘，这几头野猪我们悠然居全收，价钱我绝不压。我打的3头卖你，那2头他们自己分。市价23文一斤，核算下来一共25两纹银。25两！我的老天爷！李正说，我想拿出1头野猪的钱，专门筹建村子巡逻队，夜间守山巡逻给工钱，巡山受伤发放抚恤。好主意，有这份保障，往后谁都敢上山护村。说的好听，银子迟早花光，难不成往后巡逻队开销全靠你一个人贴补？用完了再想办法。巡逻队是村里的，我出这笔钱只是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。巡逻队保护全村安危，村子理应一同出力扶持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？远山媳妇说的在理，村子常设山林巡逻队，这事儿就这么定。弟妹，这批野猪卖了大钱，怎么着也得分我一份功劳钱。大家把完整的捡回去分，别理他。你个丧门的夜叉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这是你家亲戚吗？下手也太重了。管那么宽，你家住海边啊？你们看见没？谢家弟妹一斧子下去，那野猪连哼都没哼一声。我活了40年，头一回觉得打野猪能这么痛快。救命啊！有狼！坏了，咱们居然把谢大山忘在林子里了。有狼！有狼啊！三叔，救命啊！我娘家杏花村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野猪，伤了好多人，我哥的腿都被咬了，家家户户不敢出门。三叔，你能不能让巡逻队去帮帮忙？远山媳妇儿，你看，去。队长，我媳妇娘家的事儿，你带队，我领小白跟在后面，狼进村，先别让人看见。这位就是平安村的谢家媳妇儿，了不得了不得。方里正，附近就这4头，你们村包括你们的地都清了。那以后会不会再有？之后的事我无法保证。队长，有偿救援，咱这队伍打出名头了。走，下一家。吃吧吃吧，一个个比我能吃。老头子，别喂了，明儿悠然关的人来收最后一批野猪，收完这茬，野兽潮就算过了。听说了没？钱哥的腿断了，谁干的？不知道，蒙面的。那天晚上在巷子里，钱哥他们4个人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青龙帮现在满城找人，放话了，找到那个蒙面的，赏银10两。张叔，明天我们不做冷吃兔了。真的？以后要做之前会提前跟你说。多谢。之前钱老大他们砸你的盆，我不是不想拦，只是我不敢，对不起啊。不是你的错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对不住了。啊？什么事儿？张叔，冷吃兔以后直接卖给你，700文一批，怎么样？700文会不会太低了？要不我多给些？不用，我们不亏。明天你别来了，钱哥那帮人不是善茬。走了，张叔。今天100个肉夹馍，2桶蛋花汤，800文，扣掉成本净赚300文。一天300文，1个月1年。爹，你手指头不够用，别把脚趾头也搭上。衣裳脏了，来系上。我知道了，没事。小雪，娘，你跟娘说实话，钱哥那事儿
是不是你做的？娘不是要怪你，娘就是怕。怕什么？怕你出事，怕你哪天回不来。你跟娘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您听过很远的地方有一种乱世吗？什么乱世？比逃荒还可怕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到处都是吃人的东西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活一天算一天。我在那种地方活了10年，一个人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等我回家，每天睁开眼，第一件事就是看自己还活着没有。后来我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人给我留一碗野菜汤，有人怕我饿着，有人等我回来吃饭。娘，那就是谢家，就是你们。傻孩子，傻孩子！钱哥的事儿，娘不问，但你记住，不管做了什么，娘都站在你这边。你爹那边我去说。老哥，冷吃兔的方子50两，卖不卖？掌柜的，真不是我的方子。王掌柜，陆姑娘，方子是你的，那不卖。张叔，冷吃兔是最后一次了，家里兔子不够了。哎，好，这个给你，椒麻鸡的方子，你出工我出方子，28分，你8我2。这使不得，我这1个月你帮我看着摊子，桌椅板都搁你家，够了，拿着。青山，这千字文夫子教到哪儿了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后面夫子就没讲了，说让我们自己背。子书，你呢？我跟着他旁听的，夫子说女娃不用学那么多，我就坐在后排听。青山，这夫子不行，二嫂给你另找一个正经的名士。子书，你哥哥有的，二嫂也一定会让你有。他拜名师，你也学，他读什么你就读什么。妹妹，等我学会了回来教你。不要，二嫂教我。行了行了，快吃饭。谢家，谢远山的家信。二郎他还好。你出去保家卫国，守的是大家，这个小家我来守着。海他娘，到底咋了？老头子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当年逃荒前梁家是啥样的？记得，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换一袋粮食。镇里的糙米75文一斗了，2个月涨了15文。当年连着2年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粮价涨到几百文一斗。咱们一路往北走，嚼草根，啃树皮，连观音土都吃。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旁，再也没起来。饿到极致的人，连哭都没力气。娘，爹，我听见了。粮价这样涨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。20多天滴雨未下，确实有旱情苗头，但还没到绝收的地步。粮价不该疯涨成现在这样，背后一定另有隐情。小雪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明天去悠然居打听，他们消息灵通。还有青山的束修，我明天一并办了。真的，二嫂。郑秀才的私塾。王掌柜，我就问一件事，粮食为什么涨价这么快？你不知道吗？外边在打仗，你相公不就被征军了吗？
他们是去打叛军了，都打了好几个月了，也没个结果。叛军连胜，这些粮商当然会趁机抬价。叛军连胜，打了好几个月了，朝廷那边也没什么办法。平定叛军，少说还要好几个月。照这个局势，天下马上要大乱了。陆姑娘，你问这些是不是家里没粮了？要不要我直接送你2车粮食回去。少爷，你嗓子疼？这些字，笔锋里带杀气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后面呢？日月迎仄，辰宿列张。束修，你背了多少5两。太多了，2两就够。这孩子底子还行，就是之前那夫子误了他，我收。学生谢青山拜见先生。谢娘子，这孩子的字是你教的？家里请的夫子只教了些皮毛，我不过盯着他写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们能来的地方。哥，你也来拜师？别叫我哥，我如今已入书院，有正经先生。你们这些泥腿子也配登郑家的门？谢娘子，谢小公子，老爷交代过，直接随我进去便是。我呢？我爹的帖子呢？谢公子，老爷并没有其他吩咐。你们等着！二嫂，他好凶，像条疯狗一样。青山，知道遇到个疯狗怎么办吗？跑！找一块肉骨头，抹上老鼠药，扔给他。他要是不吃呢？那就多扔几块，有的带药，有的不带。肉多了，他分辨不出来，总有一块能药倒他。远山家的啥事儿？李正叔，镇上糙米又涨了，2个月涨了15文。15文？这么快？我问过悠然居的掌柜，外边在打仗，粮商趁机抬价，而且今年雨水不足，地里的庄稼长势不好，要是再过2个月不下雨，秋收怕是要减产。你想让我跟村里人说，把粮捂紧了，别卖？对，粮价这样涨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。现在卖了，等真到了缺粮的时候，银子买不到命。您说话有分量，村里人信您。行，明天我就挨家挨户走一趟，这粮一粒都不能往外流。母的，这狗东西脱单了。行了，别演了，带媳妇儿回家吧。你昨天说的事儿，我挨家挨户都走了一遍，粮都捂住了。李正叔，粮不能见光，更不能走漏风声。从今天开始，谁家有外人来，第一时间报你。我懂。李正，不好了，叛军又拿下一座城，官兵溃不成军，全都跑了。又丢一座。我明天先领青山去郑秀才那儿行拜师礼，礼成我直接去县里把家里的狼皮卖了，估计要3、4天。弟妹，要上山吗？不上山，去县里，一来卖狼皮，二来打听打听外面的消息。悠然居不是收吗？何必跑县里？悠然居给的价压得太低，县里价高，顺便还能给青山置办些笔墨。大嫂，你觉得到时候是谁劫谁啊？也是。要不让你大哥跟你一块儿去？不用，大哥留家里，熊我都打过，还能怕人？爹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睡不着，一个人去县里，逞什么能？拿着，快一些。磨斧头的声音那么大，也就爹觉得他动作很轻。李
立正，立正！深山里的兽群全在往外逃，老虎、野猪全疯了，兽群外逃，山里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就听见深山里有轰鸣声。为何读书？为明理，为立身。君子怀仁守义，留下吧。这位郑秀才不简单。从进镇子起，这双眼睛就没离开过。哟，小娘子一个人啊？要不要哥哥们帮帮你？几位大哥认错人了，我是男的，替掌柜去县里取东西。是不是男的？扒了衣服便知。少爷交代了，抓活的，不许伤脸。我穿成这样，蒙着面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是女的？一起上！来了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有种你杀了我！想死，死有很多种方式，比如把你身上割几道口子，抹上蜂蜜，扔进林子深处。蚂蚁、蛇、野狗，你猜哪个先来？是县太爷的小舅子，开绸缎庄的陈家兴。他怎么认识我的？最近有个人一直巴结我们少爷，带他见过你。少爷想抓你回去当小妾。姓谢，谢俊山。对，抓住你后打晕送回家就行，以前都这么干。就没打算留活口。那小娘子长得正合我意，高强他们怎么还没把人送来？少爷，要不小的去催催。再等1刻钟，今晚我定要让他尝尝我的厉害。娘，你是没看见，那夜叉杀熊杀狼，老血腥了。大嫂，你说谁杀狼？还能是谁？谢远山那媳妇儿呗。那场面，俊山，别听你大嫂胡说，快去读书。他要是这么厉害，陈家兴的护卫能打得过吗？陈公子可不是好相来的，万一失败了，他绝不会放过我。这驴的押金可是10两银子，万一让人偷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又来，这什么运气？大哥，没事，就一个小崽子。不是冲我来的。小崽子，醒醒！门口那马车是你的？不是，我来时就在了。把袋子里的弄出来，透透气。小娘子，装什么男人？老子碰过的女人比你吃的饭都多，想跟我们一起玩玩？哦，那你现在还行吗？别一会儿就求饶。臭娘们儿，找死！我什么？你叫什么？沈英，你家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不想回家，回家我爹就要把我卖给一个傻子。女侠，我能跟着你吗？我会洗衣服、收拾屋子，我做饭可好吃了。你确定？跟着我可能随时没命，而且我家里不养闲人。我吃的少，干的多，求求你带上我吧。行，跟上。进城每人2文钱。大哥，
我们第一次进城，有些害怕，您经常来，带带我们呗。嗨，那有啥的？你们跟着我。那马上的人好嚣张。走，进城。姑娘，那是县太爷的小舅子，惹不起的。县太爷的小舅子，记住了。15两一张，成色足，8张120两。小哥，120两。走，还有事要办，你在车上等着。有没有打好的斧子？我要最大的。小哥，那斧子30来斤。多少银子？20两。那张弓怎么卖？1时的900文，羽箭15文一支。这钱我赔。还有没有拉力更大的？最多40，定制10两。要了，这张1时的我也要，普通羽箭20支。13家粮铺去了10家，20担糙米，30担白米，够吃2年。高强他们怎么回事？就算那小娘子力气再大，8个人还抓不住。少爷，要不小的再派人去找找。找，去桃花村找，挨家挨户找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高强他们全死了。什么？陈少爷，初步看是2伙人火并，同归于尽了。里面有没有女人来过的痕迹？没有。不可能，凭空消失了。那个刀疤脸是土匪，前年还到隔壁村抢过粮。杀他们的是谁呀？据说是大户人家的护卫，也算为民除害了。走了。二郎媳妇儿，你娘他们到现在都没回来。爹，谁都没回来，胡老汉呢？都没回来。你娘、你大哥子树、胡老汉谁都没回来。沈莹，你留在家里。爹，您赶车，我先过去。二郎媳妇儿，你慢点儿！敢动我的人，娘，大哥，二郎媳妇儿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，不碍事儿，就砸了摊子，你大哥受了点皮外伤。没事儿，磕了一下。砸了摊子，打了人，还倒打一耙说方子是偷的。陈嘉兴，好大的威风！天快亮了，歇口气，明天摊子照摆，他们砸了，咱们再支起来。二郎媳妇儿，娘不怕，来，先把东西收好。我去把车赶这。今晚的账先记着，明天咱们一笔一笔算。大娘，这怎么回事？难是那个卖肉夹馍的早市摊子，昨晚就被人砸过一回了，今早刚支起来，那伙人又来了，这回说方子是偷的。人我们可以不带走，但你们用我们少爷的方子赔钱吧。这方子是我们自己的。怎么证明？这摊子也刚摆不久，方子要是你们的，之前怎么不摆？这方子是我儿媳妇给的。那你儿媳妇呢？出来让我们见见，没准就是她勾引我们少爷，从我们家里偷出来的。子叔，你去哪儿？我外出，他定会紧盯我，就算暂且随他走，我自有脱身之计。只是往后再也无法与谢家众人相伴。你凭什么说方子是你的？我还说是老子的呢。
听清楚了，我是悠然居的东家，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你谁啊？你还不配知道我是谁？哎呦，别冲动，和气生财。王掌柜，陈少爷还在记得小人。这方子是我们悠然居给的，您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既然王掌柜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当误会吧。走。种田的狗腿子能有这么多人帮他？谢君山，你是不是在耍我？陈少爷，他家真没背景，也就那女人上山打猎后日子才好些，之前连饭都吃不上。那他凭什么认识悠然居的人？是我疏忽了。对了，陈少爷，谢家还有狼，那女人养着一群狼，我爹一直嫌三房拖累，要是没这女人，早把他们分出去了。这女人不能留了。知道了。来福，带他去后院衣房看看吧。你害我大哥，害我娘担惊受怕，害我全家被人指着鼻子骂，这笔账今晚算。陈嘉欣得杀，而且要杀得干干净净。谢俊山也得好好收拾收拾，他在一天，谢家就永无宁日。今天砸的是摊子，明天砸的就是这个家。二位准备迎接我的大礼吧。哼，还笑，收你的来了。至于那小厮，主子死了，在我的大礼下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通通拿走，杀了你的少爷，顺手吃你半山肉，不过分吧？嘘，不用手了，回去吧。乖，回去找你媳妇儿吧。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饿不饿？早上给你留了粥。不饿。那个狗东西再也不能找咱们麻烦了。二郎媳妇儿，不管做了什么，别说了，你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。弟妹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都要让大哥出去找了。大嫂，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。刀再快也是冷的，家里这盏灯才是热的。来福，少爷他都是血。喊什么喊？少爷还没醒呢，昨天累死我了。啊！杀人了！少爷死了！搜遍全府找出凶手！谢俊山果然是你，凶器就在你床底下，今天非带你见官。不是我没有，我家少爷当你是朋友，才请你来做客，你竟然杀人，可怜我们看你不，你根本就不是我，可怜我们少爷对你那么好。在这个世界安稳的活下去，比我想象的要难。一点风浪就可能让人家破人亡。我除了空间，还有一身力气，可这些东西保护我自己没问题。我身后还有谢家人，啰啰嗦嗦又抠门的谢老头，聪明却沉默寡言的王氏，厨艺高妙的李巧兰，任劳任怨的谢重山。如果再遇到像陈嘉欣这样的，或者比他背景更强、更混蛋的人，我该怎么办？还只能杀人吗？权势啊，那可是个好东西。光有钱没有权势护着，就是待宰的羔羊。陈家不就是把女儿送进了县令府上，供青山读书，走科举，教好冯百户、郑秀才、小东家，精选巡逻队，一样都不能少。
还是一个人自在，谁让我非要贪恋家的温暖，把自己陷进去？可是我心甘情愿。李正啊，不好了！我家俊山被抓进大牢了，说他杀人。这发什么事了？你快讲清楚！我家俊山可是个读书人啊，怎么会杀人？他肯定是被冤枉的。李正啊！闭嘴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死的是谁？在哪儿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啥都没讲明白，光哭有啥用？谢俊山这段时间跟谁关系好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俊山没提过。他回来除了要钱，跟我们也说不上几句话。咱们先去县里瞧瞧是什么情况。俊山那孩子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？孩他爹最近咋这么能哭？谢家弟妹，你们回来了。是这样的，谢俊山因为杀人被抓到县城去了。我来是想着，总归要到县里去看看是啥情况，最好今天就走。现在去，天黑都不一定能到吧？巡逻队选人了吗？没呢，你有啥建议不？王满仓和他身边那几个小伙子都不错，这次去县里可以让他们跟着，别忘了给工钱就行。行，你能不能也跟着？二郎媳妇儿不去，家里有事走不开。爹娘，今天闹这一出，我算看明白了，光有力气不够，还得有底气。咱家现在有200两。200两？对，但我不打算现在盖房子。爹，您听我说，盖房子不急，先把人和关系立起来。青山要读书，巡逻队要精选，悠然居那边要维护，这些事比房子要紧。听你的，你当家。弟妹，200两不是小数目，你一个人弄回来的，家里总要给你留一份。大嫂，钱放在我这儿和放在家里有什么区别？咱们是一家人。谢家接信，军中来的。军中尚好，勿念。家中有你，我便安心。远山。嫂子，是谁的信？我男人的。你们知道是谁害了我家俊山吗？是陆雪，一定是他！我家俊山那天去陈家，就是他闯动的，他早就想害死我家俊山。赵氏这是疯了吧？陆雪哪像那种人？可他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再说了，凶器在他儿子床底下翻出来的，这也能赖别人？李正，杀人的根本不是我家俊山，是陆雪，他跟那个王满仓。闭嘴！你再胡说八道一句，明天县城你自己去，我不管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娘，有件事我跟你们说清楚，谢俊山杀的那个人就是砸咱们摊子的那个。那赵氏说你是凶手，万一有人信呢？娘，您觉得我现在在村里的名声怎么样？那帮人现在见着你都绕道走。对，巡逻队是我捐自建的，狼群是我领的，山货是我带他们采的。万一有人攀咬我，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，他们愿意替我说几句好话。那万一谢俊山把咱家的事说出来呢？明面上我与陈嘉兴从无往来，他要抢人的事儿是谢俊山在背后撺掇的，我一没应承，二没照面，人证物证都在他床底下，空口攀咬翻不了案，真传到堂上我就一句话，人从你们床底下搜出来的，与我何干？唯一要防的是陈家迁怒。那怎么办？与其等他们动手，不如先弄垮陈家。听你的，你当家。我要那个小贱人给星儿陪葬，要不是他，星儿怎么会去那个穷乡僻壤？我的星儿啊！来人，把这个奴才押到柴房关起来，
等谢君山的罪名定下来，送他去伺候少爷。凡设必重席而坐，什么玩意儿？还得翻译？还行。二郎媳妇儿，那个陈少爷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专挑成了亲的夫人下手，以前就这么干过。谢俊山领他远远见过我一回。啊，那要是你是个普通女子，我就死了。呸！不要脸，王八蛋，畜生！大郎媳妇儿，你骂人的时候咋能想到那么多词？教教我。青山，你得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个秀才、举人什么的，家里可全指望你了。啊，我才5岁。你太爷爷就是这个童生，当年在谢家村，谁家都敬着，吃饭都能做主桌。二郎媳妇说的对，家里得有个有功名的人。嫂子，李正把点身契写好了，谢家出了5两点身钱，10年我签了。行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谢家的人了。嫂子，你不会把我随便嫁人吧？不会，你做饭那么好吃，我舍不得。高强死了，瘦猴死了，唯一知情的活口只剩陈嘉欣身边那个贴身小厮。陈老爷要灭口，我偏要他活着，替我把陈家的烂事一件件吐出来。你想活吗？陈嘉欣欠我的，让你家老爷连本带利来还。你是谁？你是来福。是你杀了少爷？伤到这份上，抬出去也救不回来了，那就别浪费了。要你命的是陈家，我进屋到现在动过你一根手指头吗？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陈家书房在哪儿？书房你进不去，有人守夜。那库房在哪儿？我能得到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活。带着你，我出不去。反正你都得死，临死之前报复陈家一次不好吗？我报复也该报复你才对。可能是因为你报复不了我，而且我也没打算杀你。想要你命的明明是陈家。是这样吗？当然是。你想想，我进来之后有动手吗？你身上的伤是我打的吗？是我把你关在这儿的吗？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我确实没和你动过手。不对。那你这么想，要是陈家衰败了，你们这些下人就会被发卖，你不就能活下来吗？库房在出门左转那个跨院。还有呢？特别贵重的，在主院右厢房最左边屋子的床下。张家媳妇儿，他爹城南卖豆腐的，姓张，婚书在床下那匣子里头。那家子收了我家少爷10两银子。陈嘉欣做的所有坏事几乎都有他的参与。来福绝非好人，但他又坏得身不由己。那个卖豆腐的张家，我记住了。那是谁啊？弄这个锁有什么用？婚书，霸占了人家的媳妇儿，再拿10两银子一纸婚书遮羞，好算计。这个比金子值钱，万恶的有钱人。不过从今晚起，这些东西姓陆了。空间塞得满满当当，快转不开身了，回去得先腾地方。最重要的，我现在有好多银子，好多粮食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化的妆有这么吓人？闭嘴！再喊杀了你！还好会说话，是活人。大爷，你有何事？我给你一段顺口溜，
你把它传出去，我给你5两银子。真的？真的，先给你1两，你记好了。陈家恶少4虎狼，欺男霸女丧天良，如今报应纷纷至，家财散尽人遭殃。记住了，陈家恶少4虎狼，欺男霸女丧天良，如今报应纷纷至，家财散尽人遭殃。大爷，我叫苟胜，以后有事儿您还找我。小心些，别被人抓住。您放心，这种活我们都干惯了。不知剩下的银子啊，等着顺口溜传出去的时候，我会找你的。传得越广越好。陈家恶少4虎狼，欺男霸女丧天良。小哥，这陈家指的是哪家？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嗨，还能是哪个陈家？县太爷的小舅子，大商户呢。详细讲讲。那陈少爷可是个欺男霸女的主，去年后面才是最奇怪的。今日一早，陈家5家布房、3家粮铺的掌柜鬼哭狼嚎的跑到陈家，您猜猜怎么着？这是小舅子。他们库房里的东西一夜之间全都没了，啥都没剩下。啊，不能吧？那么多粮食不批，得多少人来搬？怪就怪在这儿，我哥的岳家开的粮油铺就在他家粮铺旁边，一点声响都没听到。还不止铺子里的东西呢，就连陈家的库房都被搬空了，金银珠宝、名家字画，陈家那么多下人都没守住。莫怪，莫怪！三叔，您听说了吗？世人都迷信，再有那顺口溜，就不信他们不往那方面想。沾上这种事情的人家，谁还敢和他做生意？狗剩那群孩子和青山一般大，光靠我一个人护不住这个家，得挑一帮没爹没娘的孩子养起来，再选一队人练出来。昨晚你一夜没回，娘，成了，陈家垮了。谢君山，陈嘉兴一案唯一人证来福已然暴死，死无对证。仅凭你床底搜出的几件东西，又无人亲眼见你行凶，杀人之罪难定。但你与陈嘉兴勾结，图谋梁家在前，行止不端，不可轻纵，则3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大人，小民愿赎刑。1两银子1板，全赎还是赎一部分？爹，全赎，拿银子。大人，家里就这些了，能不能等等我去借？谁有功夫等你？10板杖打不死人。这棵大树一倒，淮安县生意场这块肥肉，该换个人来吃了。退堂。哎呀，挤挤嘛，给孩子留个地方也行。那小哥，你能不能把这孩子抱怀里，让我孙子坐那儿？我孙子身体不太好。行，坐这儿吧。谢谢小哥啊。哎呦，你家这孩子多大了？在哪个村住啊？末世里见过太多这种事，大人丢了孩子疯掉，孩子被卖到不知哪里，一辈子找不回来。人贩子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小哥，你家这孩子几岁了？长得真好，咱们这儿很少能见着这么标致的孩子。那个徐大娘十有八九是人贩子，专往带孩子的妇人身边凑，问的全是孩子的事，问完就走。人贩子？那他手里牵的那个孩子，是他拐来的，手腕上有淤青，眼神不对。那得报官呐！报官没用，淮安县的县令是什么人，爹您比我清楚。陈家都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横行这么多年。陈家倒了，谢俊山也挨了板子，仇人倒了，但世道没变，乱世要来了，人贩子只会越来越多。咱们不能光等着别人来救，
该把人立起来。巡逻队、作坊、屯粮，这些是底子，但光有底子不够，得有人，信得过的人，能办事的人。你想怎么做？明天我再去一趟镇上，跟上去，摸清他的窝点。正好全家进镇把砖定了，我顺道摸他的窝点。里面有几个人？3个人，他算我。厢房里还有2个，躲进去。你害我孩子！你谁呀？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外边的几个孩子都是从哪儿拐来的？一共拐了多少孩子？说了饶你一命，不说他们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。不信，那就等天黑拖到山里再问。他要是能扛住打，我敬他是条汉子。我知道，不用问他，他们就3个人。他负责探查孩子的情况，那2个负责哄骗或者直接抓。那2个小姑娘是隔壁镇的，她们知道自己的村子叫什么。我被关在厢房装睡的时候听他们说的。他身上有个账本，应该记着之前他们拐过的孩子，不过那些孩子被卖得很远，应该很难找到了。不哭不闹，条理清楚，看见死人面不改色，这孩子不简单。就是这个。好，你出去吧。晦气！救人的时候一腔热血，现在可怎么处理？总不能扔在这儿。你们先跟我走，之后想办法送你们回家。我们没吃饭。好嘛，还得管饭。你家住哪儿？家里几口人？你倒是把我底细摸得挺清楚。会把我们送县衙去吗？册子要过明路，能找回几个是几个。你们先跟我回家，抓人靠官府没用，但册子销案帮孩子回家，还得走这个衙门。县衙可不是个好地方。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不认识，捡的。捡的？二郎媳妇，咱们也不富裕，不能总捡人回来。这孩子养大得花多少银子？咱们去买砖吧。乱世里没爹没娘的孩子，跟我末世的来时路一模一样。挑一帮没爹没娘的孩子养起来，我说过这话。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？不行，未满10岁的幼童不能签点身契，这是衙门的规矩，我盖不了这个章。那就不签，你给县衙里的人送几百两银子，这事儿就没人管。你觉得我能有几百两银子？我在厢房听他们数过货款，那些钱你没上交吧？李正叔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不回去，我娘都死了，我回去干什么？再被送出去一次吗？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你们谢家不是有个三叔祖吗？那只早就绝了户，没后人，把这孩子记在三叔祖名下，算收养，户籍能落，以后也不涉及你们3房的分家产。三叔祖？三叔祖？咱们有三叔祖吗？三叔祖是谁啊？你爹在世时提过，三叔祖那一支最后一个后人10年前就没了，连个坟都没人扫，记在他名下也算给他留个香火。那明天我去找二叔祖商量商量，他要是点头，这事儿就能办。别闹，一身泥。娘，驴驴。爹，这多好，就是8两。别急，让我来。这蹄子有点歪呀，走不了多久就得瘸。大爷，这蹄子正得很，您再仔细看看。行吧，看你也不容易。7两。7两，大爷，这驴正值壮年。那算了，前头那家便宜。7两8，不能再少了。成交。这2两不就是几块木板加2个轮子？那大哥你有空试试呗，做出来还能卖钱呢。哎，好。软。
嚯，谢家买驴了！这毛色，这蹄子，神气！都是我家二郎媳妇儿，非要买，说青山上学方便，出摊也方便。谢老三，这得花不少银子吧？没多少，没多少。我家二郎媳妇儿说，又来了。这孩子在背人贩子的账本。二婶，你要去哪儿？睡不着，透抽气。你看那个做什么？上面记着被卖的孩子去了哪儿，我想记住，万一以后碰见了，能告诉他们家在哪儿。这孩子记下的不只是名字，是债。太晚了，明天再看。二婶，我能跟你一起睡吗？我就睡地上，不占地方。行。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大晚上不睡觉，在外面干什么？你不是去处理那些人贩子的尸体吗？时间久了该发臭了，而且还得把他们身上的银票找出来。装的，装的挺像。有些事咱们要提前说好，我不能白养你，等你15岁以后，得帮我干10年活。可以，口头上说我可不信，回头我就找人立个字据，白纸黑字。好，这些事烂在肚子里，你要是说出去一个字，我救得了你，也收得回你。我知道，我比谁都想让他们烂掉。行了，你回去睡吧，我自己去，不用你。这玉佩估计是哪个被拐孩子的，先收着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空间总算能腾出来了。都是爱管闲事惹的祸。呀，你们俩怎么都……娘，他尿床了，崔子在尿床了，他都这么大了还尿床，丢不丢人？对不起，三婆母，我昨晚梦到被拐的时候了，他们对我又打又骂，我一害怕就没忍住，我一会儿自己洗，一定不麻烦你。别哭别哭，三婆母给你洗，以后在咱家你什么都不用怕，乖啊。娘，这褥子都被他尿，人家都伤心成这样了，你还惦记褥子，还是不是堂兄弟了？敌人毫发无伤，自损500。小哥，之前听一群孩子哼唱什么陈家，是哪个陈家？你问对人了。要说这陈家今前接连遇上不少不顺心的事儿，家里人各有各的安排，不少物件也都挪了地方，那边的银钱往来也有变动。可不是嘛，陈老爷每次去票号，不是没现银，就是印章找不着，外头的货商又催银子又催货，围在陈家门口不走，听说3天之内不交钱交货，就要告到衙门去。这陈家算是彻底完了。地契是办了，但收养那事儿还得过县衙孙主簿这道门槛，他管着户籍文书，他不点头，孩子落不了籍。孙主簿得有人牵线，我跟他有些旧交情，但这事儿光靠交情不够。孙主簿又一道门槛。你认不认识狗剩？你找狗剩哥哥干什么？我不认识。都叫哥哥了，还说不认识？之前有个人让他帮忙做事，让我来送银子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去找他，我在这等着。你是？有人让我给你送些银子来，说你做得好。你就是那天那个大爷？赏你的，要不要随你？等等，那以后还有这种活吗？有，跟我做事，亏待不了人。记住了，这个人不能得罪。我能留下来了。远山家的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商量。李正树，您说，先前那支巡逻队是临时凑的，现在世道不太平，野兽下山，粮价飞涨，万一哪天再来个山匪什么的，我想着该正规选一遍，扩到20多个青壮，平时巡逻有事能顶上。可这选人，我一个老头子，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挑吧？李正叔，选人得先定标准。你说。第一，身强体壮，一阵风就能吹倒的不要。第二，跑得快，发现危险能及时通知。第三，力量要大，真动起手来不含糊。第四，灵活，下盘稳，山里跑起来不摔跤。第五，年纪不能太大，得有担当，有警惕心。行，就按你说的选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巡逻队我要尽量握在自己手里。这孩子以后就是你们谢家的人了。吃饭。谢三海，开门！李正给巡逻队的事儿，你们都听说了吧？李叔，这么晚了有事？
李正年拟捐营舰队，又定了选人章程，特给谢家一个免选名额，这个名额必须给我们李家留一个。李叔，这名额是李征给谢家的，给谁不给谁，我说了算。你可要想好了。李叔，回去告诉组里，想进巡逻队照章程考，走门路的一个不要。二郎媳妇儿，这李敢不好惹。不好惹的人我见得多了。谢三海，昨天你媳妇儿的话我想了，今天给个准话，名额给不给？李兄弟，我们家可不是我当家，这种事儿你得问二郎媳妇儿。你是不想答应才这么说的？哪能啊，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你觉得我提议的咋样？不怎么样，我不同意。三叔三婶，那个名额要不我也行，我身强体壮的。走吧你，想进巡逻队自己想办法去。女人当家，防倒无他，这句话你们没听过吗？老爷子，您老不管管啊？是吗？我本想着这名额给我们李家就多照顾你们，可看来你们不需要。说这名额谁也不给，因为我自己要进巡逻队。啊？女的还能去吗？有说不能吗？还是说大哥看不起女人？没有没有。哼！自在那孩子等我算着巳日写进族谱，正好给你们三叔上炷香，他们这一脉有后人了。您老做主就行。谢家接信，军中来的。二郎媳妇儿，二郎又来信了。他说守好家，寥寥几个字，前线的凶险他一个字都不提。3天够了。安静，都给我安静！今天选拔巡逻队30个名额，一天巡逻10文，不巡逻2文。才10文，也太少了吧？就是，上山采蘑菇一天都不止这个数。嫌少的，现在就可以走，没人逼你。李正，我听说谢三家有个固定名额，凭什么？他家又没出银子，凭啥白占一个坑？袁山家的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进了巡逻队能干啥？洗衣做饭吗？李老爷子，您家去年冬天那2斤干蘑菇是谁带您上山采的？我再说一遍，我的规矩没变，谁敢偷着跟我上山采稻，往后我一步山都不上。这蘑菇、榛子、野味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行了，远山家的名额是村里定的，谁有意见再开始选拔。第一轮以速度从这里跑到我家门口，再跑回来，取签50。第二轮比力量，搬石头，谁搬得重，谁留下，取35。最后一轮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拿到红布，用时最短的30人入选。30人定了，王满仓、张铁牛、李根、赵福生，30人分5队，每队6人。第一队，王满仓带队。李征说，李家的5个人别放在一队，这分散开，每队1个，互相看着，也互相学着。行，就这么分。哼，让他先得意2天。袁山家的，你家那个名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真跟着巡逻，领饷就行。一个姑娘家跟一群大小子混在一起，像什么话？李征说，我要当队长。啥？巡逻队队长，我来当。这事儿我得再想想。谢三海，出来！你个老东西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巡逻队？我力气比谁都大。你喝多了，赶紧回去。我不！你们家陆雪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女人进巡逻队，我呸！大哥，你酒醒了再来。你算老几？你个外来！
队长，我要定你！哎呦，我的腰！谁把我扔这儿了？你喊够了没有？你个小崽子！谢家那捡来的孩子胆子真大，这袜子是谁的？不过人家入了族谱了，到底是谢家族谱上的人了，不一样了。他还要嚎一上午，让他嚎，嚎累了就不嚎了。远山家的队长，这事儿不是我不给你，你想想，30个大老爷们儿，你一个女人。李正书，我问你一件事儿。你说。去年冬天狼群下山，谁挡在前头？上个月野猪群冲下来，谁拿着斧头站在最前面？我不是要跟谁争，我是怕。怕什么？怕有一天山匪来了，叛军来了，巡逻队30个人站成一排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听谁的。到时候30条命，就是30条白送的命。这事儿我再想想，你先回去。这丫头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二位打哪来？找谁？我干啥跟你有啥关系？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你们村是不是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不让人进了？大娘，这是规矩，您说个名字，我帮您问问。问什么问？我找陆雪，她是我闺女。陆雪，你个赔钱货！你老子娘来了也不说出门接人。哟，日子过得不错啊！你爹娘在家吃糠咽菜，你在这享福。你是什么人？进门就骂，谁家教你这规矩？我是他娘。当娘的由着闺女被卖换钱，这配叫娘？小雪，你出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说。你弟弟病了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。我听说你们村搞了个巡逻队，有个名额，能不能让给李家？李敢给了3两银子。爹，您先进屋坐，这事儿咱们慢慢说。他们是谁？不重要。小雪，本来不想来找你的，只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咱家实在是没钱了。你们谢家的名额能不能让给李家？他家出3两银子，这银子我们都收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是都控制住他们了吗？当初爹告诉你的都忘了？你有这一身力气，是上天的根赐，是为了让你过得好，不受欺负的。谢家这帮人加起来都打不过你。你松开我，勒得难受！你会不会照顾人？小心我告诉爹！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我现在是谢家人。你有什么不能做主的？你怎么样，没被发现吧？娘，当初我是怎么嫁到谢家的？是田郎中提起的你，当时我们急坏了，二郎他们马上要走，除了彩礼高点，其他方面都是极好的。是有人先找的田郎中，那个人是谁？不言而喻。在陆家闲下来的人是要被卖掉的，要卖女儿的是亲爹，拖住这件事儿的反而是后娘。他们来是因为李敢给了银子，想要我答应名额的事。实在不行，给李家吧，咱们也用不上。不能给，一旦给了，岂不是没完没了？陆有金这性子，咱们还能过安生日子吗？那怎么办？总不能打出去吧？为啥不能打出去？我现在这身份不行，你们行啊。他这要求明显不合理，当然不能惯着他。娘，你就像刚才骂何氏那样骂陆有金，不过离他远点，这人看着老实，实际很暴躁，甚至有可能动手。爹，你一会儿出去找巡逻队，他们走不远，人都有看热闹的天性。何氏来了之后一直在叫骂，他们说不定躲在哪看热闹呢。哎，好。娘，
你也别怕，我就在你身旁，就算动手，他也打不到你。好。满仓啊，是不是渴了？来我家喝点水。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！我们家的名额凭啥给他？收了李敢的银子又怎么了？这银子又没给我们谢家，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谁更不要脸。我就没见过哪家人管着女婿家里的事儿，当我们老谢家没人了。闭嘴！先扔出去，回头我报李正。李敢这是气病了，杀了他，一了百了。可何事怎么办？那几个孩子怎么办？杀了这个人，他们往后能不能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？二郎媳妇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睡不着？娘，你说，万一我爹天天打你骂你，还要卖你的孩子，你会怎么办？他敢！不过，万一真那样，除了竭力护住孩子，还能怎样呢？不能和离吗？和离？你瞧瞧咱们村子有和离的吗？就连附近近的村子加起来也没有。咱们女人打从出生那天起就没房没地，自己几乎没办法生存。要是再有个孩子，和离之后或许一辈子都见不着。那可是从小抱在怀里一点一点喂大的，怎么能舍得？那变成寡妇呢？会不会好一些？那得看有没有儿子。没儿子，家产都保不住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头一回觉得杀个人这么难。李嫂子，大半夜的，一个人带孩子多辛苦，要不哥哥帮你？滚！你们滚！女子艰难，这个时代，女子艰难。李正叔，巡逻队的事儿，这事儿再等等。我来是想说，我不当了，谢家的名额也不用留着，我们家用不上。这么长时间，陈家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估计没什么威胁了。我娘准备过几天出摊儿，她一天赚的都快赶上巡逻队1个月的了。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换条路。过几天上山转转，先踩个能落脚的后路。等等，给你当这巡逻队长，给你。李正叔，您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回来了。爹，你们回来了！那是谢大海他们回来了。谢俊山昨天就自己走回来了，一瘸一拐的，看着可惨。这都半个月了，他那屁股应该好了吧？你看啥呢？你堂哥回来了，哼，谁管他？你说他们家接下来会怎么闹？肯定闹！我赌5文钱，今天就能吵起来。爹，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地里缺水，村里都在浇地呢，咱家地多，雇几个人吧。雇人不得花银子吗？我哪来的银子？你们走的时候把家里的存银都拿走了，一点都没剩。没有，一分都没有了。要不是有那些银子，你弟弟都被打死了。你要你弟弟，还是要银子？啥意思？家里的银子都
都被他给霍霍了，那是救你小叔子的命，救他的命。我嫁进这个家，起早贪黑，伺候老的带小的，攒下来的银子全打水漂了。他一个读书读不出名堂的东西，凭什么花我的钱？他是我儿子，你儿子。你儿子杀人，你儿子败家，你儿子……你走了就别回来！赵翠花，你给老娘滚出来！你这黑了心肝的，当我们死绝了！我闺女嫁到你家，当牛做马，还给你添了2个大孙子，既有功劳又有苦劳。你倒好，把家里的银子都贴给你那个杀人犯的儿子，那些银子大部分可都是我女儿女婿赚的。你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这事儿没完。亲家，你看这是干啥？就是一点误会，咱们屋里说，屋里说。不去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就一句话，你给他们分家，要不这事儿不算完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可就要做主休了杨氏。你还有个小闺女没嫁人吧？孙女也不小了吧？你敢！我闺女给你们家生了2个儿子，还给老人守过孝，你说休就休，这都是误会。要不咱们进屋里谈谈。哼！三弟妹忙着呢。那个三弟妹啊，你家这驴车能不能借我们用2天？地里浇地挑水实在忙不过来。谢大海，你再说一遍。就借2天。你儿子下狱的时候，你登过这个门吗？我们揭不开锅的时候，你连碗米都没给过。分家的时候，你占了大便宜，我们一句没说。远山当兵，你一句没问。现在你倒好，驴车你也想打主意？滚！带着你儿子滚！以后别踏进这个门儿。从今天起，大房的事儿跟咱们再没关系了。没了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有件事儿要宣布。咱们巡逻队得有个队长，我提议队长由远山家的来当。啥？让女人当队长？开什么玩笑！咱们30个大老爷们儿听一个娘们儿指挥，那以后巡逻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得给我们缝衣裳啊？我不想多说什么，也不管你们接不接受。如果有人不接受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村里有不少人等着进来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为了钱才来的，但你们仔细回想回想，咱们最开始打算建巡逻队的时候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阻拦山上的野兽，是为了保护我们平安村，更是为了保护我们身后的家人。这才是你们站在这里的目的。现在不都结束了吗？是结束了，但你们能保证那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吗？谁都不能。你们见过土匪吗？会杀人会抢人的那种。我见过，之前有一波土匪和护卫在破庙里打起来，同归于尽。那波土匪曾经抢过一个村子，不仅抢女人，还杀人，老人孩子一个不留。要是这样的人盯上我们村子，怎么办？你们想过吗？那我们岂不是更危险？是，很危险。所以，你们还愿意保护身后的村子吗？我愿意。我不仅仅是在保护村子，还是在保护我的家人。而且队长说了，我们现在努力锻炼，未必打不过他们。对，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满仓哥说的对。年轻人确实好忽悠，3言2语就上当。
以我为准，从前至后按高矮顺序排队。报数，立正，稍息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齐步走。现在10里越野跑，从这里跑到断林，再跑回来，掉队的。好吧，它们不咬人，但扑一下可疼了。别吃我！自在，该去私塾了。你不想去？读书太费银子了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你不用想那么多，让你去你就去，不会缺银子的。而且说好了，长大要帮我干10年活。你觉得我是更需要一个跑前跑后的伙计，还是更需要一个有功名的人？我读书对你更有用吗？很有用，但前提是你得读得好。我一定能！立正，稍息。嘿嘿，你们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吧？嗯，我听说你家摊子之前被人给砸了，那人跟你们有啥过节呀？你看我这现在人多，你要是不买，就先让一让。大娘，那人总盯着我看。别怕，明天让崇山来替你去镇上。你们可算来了，吃别人家的都没你们这个好。有其他人卖肉夹馍？是啊，你们刚开始不出摊，就有人在这个位置卖，不过量少，做的不好吃，没开2天就走了。后来同府酒楼也弄了这个，味道还算可以，吃的人还不少呢。大娘，那个老仆会不会跟砸摊子的事有关系？嫂子，你家的香我是真喜欢。可同福酒馆那个1天不吃就难受，1天不吃就难受，可不是嘛？我媳妇儿也这样，前天没吃，在家坐立不安的，跟丢了魂似的。明天我去同福酒馆看看，到底是啥东西让人放不下。又剩了，味道没变，肉也新鲜，怎么就卖不出去呢？哎，那个老顾客说的1天不吃就难受是什么感觉？说是上瘾。娘，同福酒馆在哪条街？我明天去看看。二郎媳妇儿，你去干啥？尝尝他家的肉夹馍怎么样呗？还能干什么？砸店吗？哎，那就好。又是他，这老婆果然和酒馆有关系。是啥？一个肉夹馍，1碗蛋花汤，10文。小娘子怎么不吃？你是？这家店是我开的，这饼也是我做的。我在南市吃过这个饼，都说你家的好吃，我才来尝的。这一看又贵又没人家的好。你爱吃不吃？您店里的东西我是不敢吃，谁知道是不是放了什么害人的东西？要不然怎么吃过之后就放不下呢？小娘子说笑了，我这店开了10几年，靠的是手艺。你是谁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！同福酒馆，林府，明天晚上去后厨看看。默娘，别怕，我们去找梁儿。梁儿，不能碰，那东西不能碰，会发疯，会死的。没什么事，不要出来，尤其是不能让夫人看见你。是老爷。谁？出来！谢娘子，你要是不出来，
谢青山和谢自在明天就不用来了。郑秀才，晚上好。谢娘子，这个时辰你趴在我家树上干什么？我没爬，我蹲着呢。你听到了多少？这东西，你从哪儿来的？同福酒馆，掌柜的往菜里放这个，让人上瘾，一天不吃就难受。他家里种了半亩地，就在后院。阿芙蓉，郑秀才，这东西朝廷不管吗？管也不管，全看是谁在用。我与夫人曾有一子，良儿，他沾染了这个东西。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变得面目全非，下跪砸东西，拿刀在自己身上乱划。我们哄他、劝他、绑他，都没有用。他看起来太痛苦了，我实在不忍心，给了他整整1盒。谢娘子，今日这话出我口进你耳，我不希望让第3个人知道。行，我本来也不会说。二嫂，二嫂，他昨晚就没回来。二郎媳妇儿是不是走了？他说过不会离开谢家的，也许只是上山了。那咱们去找他。回去吧，还要出摊呢。这营生是二郎媳妇儿教的，可不能丢。队长，这一大早的，你去哪儿了？回来了，你们接着跑，我先回家。二嫂，你去哪儿了？对不起，出去办了点事儿，忘了跟你们说。弟妹，你咋不说一声就出门？我们以为你走了。我下次一定说，我保证。下不为例。郑秀才，这案子我管定了。你可知这条线牵出去，牵到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要你帮我。那我去见知府。他们今天没出摊儿。老爷，没出。周围的摊主说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突然就不来了。最多再等15天。阿芙蓉不能一直放，放久了迟早被发现。15天之内，他们的摊子就得垮。到时候，方子乖乖送上门。老爷英明。那方子到手，咱们又能……好规矩，好方子献上去，普通的按镇卖，跟着阿芙蓉的路线走，路费都省了。50两，这是郑秀才让咱们赴摊，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给那些吃过同福酒馆的人解毒。解毒？那咱们岂不是白干5天？不是白干，知府许了一个要求。那你打算要什么？先干活，明天赴摊，巡逻队的人轮流来当食客。队长，这肉夹馍真香，比同福酒馆那个强100倍。可不是嘛！我昨天去同福酒馆吃完，总觉得不对劲儿，还是咱谢家这个踏实。雪儿，今天才卖出去30个，正常。明天让李根他们换一批人来，后天再换回来，时亏时盈，吊着他。各位，同福酒馆的肉夹馍里加了害人的东西，知府大人特意安排我们谢家在肉夹馍里加了解药。好不了了，外边都是我们的人，还是说说跟你一起种阿芙蓉的都有谁吧。吃过的都来，连吃5天，把体内的毒排干净，不收额外银子。味道没变啊，真能祛毒。我前天吃了同福酒馆那个，回去坐立不安的，今天吃了这个，舒坦多了。平安村谢家听令，知府大人有令，你要的免税3年，知府大人准了。大人另有一重赏，谢家于罂粟案中协助官府为民解毒，一举可嘉，特赐免税3年文书1道，另赐1民金匾1块，以彰其德。免税3年。远山家的，这下谢家在兴王镇算是立住了。
赵护卫，林福招了吗？他背后的上线是谁？没招，咬死了不开口。不过罂粟种子的来路隐约指向军中，具体是谁还没查出来。远山还在军营，这个方向让人心里发凉。谢娘子，工匠18那日必到，您只需想好大概的要求即可。有劳赵护卫跑这一趟，请替我向大人转达谢意。免税3年，一民币。从今往后，谢家不是谁想动就能动的。你们几个不能随我上山。陆雪，他们家中着实不易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李正书，旁人境遇与我何干？2月过去无人致歉，我不愿带上他们给自己添堵。谁要跟他上山？我们是和巡逻队上山，巡逻队总归是村子的吧？又不是他一人的。哦，那你让他们带你上山啊？那因这点事儿就不让我们上山，都是一个村。走吧，咱们上山。你瞧他那副模样，整个人阴沉沉的。以后会更阴沉。你和泼皮勾连，看的是谁家孩子？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闭嘴！既然来了，就得乖乖听话。这细皮嫩肉的还不错啊。我看郎君身姿卓越，生得也标致，不得已才行此下策。郎君可懂在下对你的爱慕？郎君疼吗？这都是我对你的爱呀。这宅子我盯了不是1天2天了，这女人还有这种癖好，属实是我没想到的。怪不得这宅子里的人不到1个月就换一个，周边也没什么人住。李正，李正，我家俊山不见了，2天了，2天没回家了。前天就不见了，今天才来找。他屋里少东西没有？之前说过什么没有？没有，啥都没有。他平时也不跟我们说。他前天还在谢家巷口晃，是不是他们？证据呢？空口白牙诬告义民，你担得起吗？巡逻队今天有活干，你们自己先去镇上问问，实在找不到就报官。今天破土，我有句话要说。这作坊这片地是二郎媳妇出银子置办的，从今往后，这产业记在他名下，跟谢家其他人没关系。这谢老三这是把家产都给儿媳妇了？不是给，本来就是人家挣的。二郎媳妇儿，你来。这几条线挖深一些，1丈2，那几条1丈就够，别偷懒，这是要住几10年的。三弟妹，这油放多了吧？还有这肉，一顿就造没了。二嫂，二郎媳妇说了，干活的人得吃饱吃好才有劲头。二伯母，今天60个人的饭，糙米饭管够，红烧肉1人1碗，香肠切片，油炸炒青菜，蛋花汤。工钱1天20文，50我包。60个人，20文1天，还管饭？对，干活的人不能亏着。各位，我说个事儿，作坊完工要招人，留出24个岗位给巡逻队，日薪20文，管午饭，大家轮着来，休班就上工。巡逻是村里规矩，作坊是我私产，薪资不一样。一切都听队长的。是吧？老爷说了，你要是老实，还能留条命。别叫我郎君，让我进去。你先住下，别出去了。王权干了5天100文，赵老三4天80文，赵大明3天60文，李东5天100文。我也有吗？工钱发完了，说正事儿。我这宅子盖起来，少说要4个月，不能一直指望大家帮忙。我打算雇人，1天20文，工50，60个名额。巡逻队留24个固定的，剩下的36个从在座的人里选。凭什么不让我留下？我干活利索着呢。
正叔，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了？远山家的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听完别声张。前些日子我给谢三家办户籍，找孙主户喝了几杯，他喝了酒，嘴松了，跟我说叛军又占了3县，朝廷连输了好几场。他还说，要是有能力就往京都附近去，可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那能力，只能多存些粮。真到了那一天，你带着孩子们进山。李正叔，您打算怎么存？村里这些年攒了100两出头，我打算拿50两买粮，不买好粮，能吃就行。这事不能让第三人知道，走漏了风声，买不到粮不说，衙门还得问罪。我谁都没告诉，连你婶子都没说。李正叔，这差事掉脑袋的。我知道，可我不找你找谁？村里就你有这个本事，也有这个胆子。行，我接了。真到你带孩子们进山，大人就不上去了，让村里的孩子上去，他们才是希望。50两能买多少粮？全村100多张嘴，真到了那天，够吃几天？乱世不是传言，可100多张嘴的粮从哪儿来？郑秀才的玉佩现在查，李正书的屯粮密令刚接，灵符背后还挂着军中2个字。可村里100多张嘴，等不了任何一条线慢慢开花。陆姑娘，坐。咱们怕是没几天能这么坐着说话了。王掌柜，听说悠然就要关了。小东家被家里催着回范阳定亲，我自然也得跟着走。这铺子，东家打算交给别人接手。陆姑娘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跟我走吧。我年纪比你大许多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认你当个干女儿。你别看我是个下人，但到了外边也能被人称上一声爷。干爹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以后就厚着脸皮喊您干爹了。好，不嫌弃不嫌弃。那干爹给的见面礼，这是东家赏的，跟了我10几年。谢谢干爹。闺女，干爹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在囤粮？你别紧张，我不问你怎么囤，囤多少，我就问你一句，粮食够不够？我知道，这样，我走之前暗中替你弄粮，不引起人注意的情况下，500担左右。你要是还要，最多1000担，不能再多了，我就是个下人。1000担？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还有一件事儿，阿芙蓉那案子之后，你们谢家被人暗中抹了不少痕迹。盖房子的事儿，找了个救命恩人的由头，上边忙着博弈，没工夫细查，等过一阵子更查不到了。干爹，行了，别煽情，你回头把银子送来，我走之前给你办好。粮食弄回来，我租个仓库，你自己慢慢取。这是我在范阳的地址，以后通信记这儿。1000担，把空间里那批陈粮倒2批出去就够了。陈虎草，在下前来办作坊文书。哟，我说是谁呢？王立正啊！我说怎么买那么大的宅基地呢？原来要盖作坊，这可不好弄啊，上面查的可严。是，我们也知道，麻烦您多费心。盖个作坊花费应该不少吧？您说笑了，就一个小作坊，几家凑银子，勉勉强强能开起来。陈大人，您看我们手里也只有这么多，要不您通融通融？看在你们诚心的份上，明天来取。远山家的，你不该给他那么多。李正叔，您看他的那架势，不给他能给办吗？孙主簿下个月就走了，以后这衙门里，旧秩序在他，靠山人一走，剩下的全是吃人的嘴。谢俊山身边那个女人是谁？大小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王掌柜，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不过父亲说了，1个月后他不回去，这亲事他便随便定一家，对方是美是丑，他可就不确定。大小姐，老奴是真不清楚少爷如今藏身何处，不敢欺瞒您。你怎么跑到县城来了？过来办理作坊文书。独自办事肯定要受官吏刁难，该提前找我。明日我带你登门拜见杨县城，有我搭线，往后你在县城也算有个靠山。靠山终究只是外人，交情撑不住长久，凡事还得靠自己。登门送礼要把控分寸，礼太薄不起作用，礼品过重又会勾起官员贪念，反而惹祸上身。其中尺度你自己拿捏。该交代的我都说完了，往后遇上难处可去悠然居寻我。
写信夫人送到酒楼也能转交。我记下来了。对了，你现在落脚在哪儿？若是无处安置，不如同我住一间客栈，相互也有照应。不必，我和王理正一同进城，晚间回桃花村落脚。那小东家……嘘，切莫再外提此事。陆姑娘，我们小姐想见您。小姐，陆姑娘来了。陆姑娘，请坐。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见到长得最好看的人，趁现在多看几眼，不亏。陆姑娘认识我那不成器的弟弟吧？认识啊。陆姑娘定亲了吗？我早已成亲。瞧她模样，年纪尚轻，顶多19岁上下。倘若真已成家，那她定然不是缠住我弟弟的女子。是我唐突了，陆姑娘不要介意。无妨。陆姑娘与我弟弟相熟，可知道他和哪个女子走得近？我跟他可不熟，平日里交集极少。他知晓我弟弟身份，却这般嫌弃冷淡，定然不是有意攀附、纠缠弟弟之人。陆姑娘，你倒是个爽快人。卢大小姐客气了。这是我的拜帖，若你有机会去范阳，可以来找我。多谢。陆姑娘，你方才看我的眼神，倒不像是在看一个县令夫人。我看谁都一个样，好看的人多看两眼，不好看的人少看两眼。唐师傅，我来取弓箭。弓早都做好了，你要再不来，这弓我可就卖了。你就是卖，也得有人买啊。嘿，小丫头，我可告诉你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弓可真有人买，人家也拉开了，就是之前定做斧子那人。哦。笑什么笑？给他拿弓，还要让他把剩下银子付了。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能不能教教我？你好好吃饭，多吃肉，以后就有力气了。唐师傅，我还想要一些1弹的弓，您这有多少？我这是铁匠铺，1弹的弓只剩下15张。15张，我全要了。还差11张。回来了。文书办好了？明天去见杨县城。今日是什么风，竟把你王大掌柜吹到我这小宅来了？杨大人，我在外认了个干女儿，今日特地带来与您见一面，是远山媳妇儿，我早有耳闻。作坊审批文书一事，王掌柜先前同我打过招呼，早已批复妥当。多谢杨大人。对了，王掌柜，你家大小姐成亲快2年了吧？肚子还没动静？是啊，大小姐和姑爷感情好，只是一直没怀上。不过下个月她就回淮安了，待几个月。行了，文书你妥善收好，日后作坊经营遇上任何难处，直接登门寻我便可。晚辈记下了。远山家的，这箱子里居然全是弓，还有这么多箭矢，你一共备下多少张弓？这些日子在县城铁匠铺购置的。李正叔，您又何必刻意清点数量？我没有刻意清点，只是随手打开看一眼罢了。李正叔，世道您亲眼得见，粮价飞涨，边关战乱不止，山中野兽四处作乱。倘若祸事波及村落，我们凭锄头柴刀又如何抵挡？真到绝境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便是赚。这批弓箭，村里出钱全部买下，分给巡逻村民防身。不必花村里银两，弓箭归属在我，村里巡逻队可以借用，但所有权不归公。好，我听你的。2位的脉象平稳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谢老头这腰，别老蹲着劈柴了。不让我劈柴，整日在家坐着，反倒浑身不自在。听郎中的劝，少操劳些。田郎中，这点薄礼您收下。不过是搭脉问诊，小事一桩，不必送礼。您务必收下，往后家中老小但凡有头疼脑热，还要时常麻烦您上门诊治。小雪，军中来信了。
陆姑娘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这个气息还有暗味。这位是李佑安，出身赵郡李氏，和我一样世家子弟。按线索比对，自在这孩子极有可能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。你说是他爹就是他爹。他不是，我爹娘都死了。二嫂，赶他走！你说这孩子是你儿子，那怎么会被人贩子拐走？你们李家那么大的世家，连个孩子都看不住。你说你是他爹，那我还说我是他娘。这孩子如今叫谢自在，已入我家户籍族谱，岂能凭你一句话就领走？把自在带走，剩下的人留活口即可。我一用力，你们少爷可就没了。你叫再多人来都没用。你要敢伤我家少爷，赵郡李氏定要你们全村人陪葬！安九，你闭嘴！陆雪，不能杀，真不能杀！你信我，赵郡李氏势力庞大，盘根错节，他要是死在这儿，村子里一个人都活不了。我今日放他活命，他日他转头就能调动人手屠尽全村，我又凭什么赌？这点你大可放心，他是李氏嫡系独苗，我乃卢氏独子。他若敢报复村子，我便以卢氏全族之名，公开与赵郡李氏决别，与他死磕到底。只要不死就行。对。等等，放心，死不了，顶了天在床上趴几天。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娘姓崔，叫崔念桃，出身崔氏旁支。我与她幼年相识，她像一个太阳。二嫂，我不要认他，我早就没有爹娘了，我只有你们。替我在村里寻一处闲置院落，我要留下来常住，守着自在。我知晓何处有空屋，这就带你过去安置。没事，不是你的错。乖。目的地平安村，加速赶路。我娘叫崔念桃，她是冲喜嫁进李家的。成亲那天，我爹躺在床上，连看都没看她一眼。后来我爹病好了，老夫人又嫌我娘碍眼了，塞了几张银票，直接把她赶出李府。从头到尾，我爹都没露面。我娘回了崔家，他们把她关在院子里。那时她已经怀了我，好几次她都想打掉腹中的孩子，可全都没能如愿。后来她有点不正常了，好的时候抱着我，教我很多东西，不好的时候对我又打又骂。我不怪她，我知道她是爱我的，只是控制不住自己。那天她跟我说，以后再也不会打我，再也不会丢下我。可就在当天夜里，她就走了。崔家草早的把我娘下葬，连埋骨的地方都不肯告诉我。我娘留下的银两全被崔家搜走了，他们不给我饭吃，稍有不顺心就打骂我。再后来，他们看我长得好，把我送给了一个人。那人总用恶心的眼神看我，还摸我的脸。我趁他深夜熟睡逃了出去，半路才撞上那伙人贩子。二嫂，我真不想走，一点都不想。都过去了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不想走，我就绝不赶你走。长姐，我这不是跑，这是见你太激动啊！长姐松开，耳朵要掉了。激动？能激动到躲在乡下数月不肯归家？你再跑啊！不敢了，我再也不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不回去，父亲便会为你定下安阳郡主的婚事。我才不要娶那个泼妇，那叫能文能武，你还配不上人家呢。长姐，我真不能走，水池在这儿呢。你说的那个体弱多病的李佑安，他怎么来了？废物，连自己的妻儿都护不住，活着还不如死了。怀瑾，你和冰秧子来这儿做什么？长姐，你轻点儿，那孩子是崔念桃的。李佑安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只想要我儿子。你也看到了，这孩子不会和你回去。你要是强行带他走，就是在逼他离你越来越远。我没有非要带他走，我留下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他太危险了，万一受了刺激，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？不同意！卢大小姐，您能不能帮忙把他带走？陆姑娘，我为昨天的事道歉，
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死在这儿，正好还能下去见阿桃。这村子你依旧保不住。至于村子没了之后，卢氏会不会与李氏反目，我都已经死了，不想管那么多。陆姑娘，她这人真能干出这事儿。你可以留下，不过你的人都离开淮安县，你听我的，不能强迫自在做任何事，否则我就解决你，然后找来道士关注你的魂，让你死后也别想见到你爱人。你敢威胁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不也威胁我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也有个条件，我要和自在单独说几句话。这事我不能答应，我说了，谁都不能强迫自在。二嫂，我自己就行。陆姑娘，这一走何时能再见？8件东西：干肠肉夹馍、椒麻鸡、冷吃兔、水煮肉片的方子、2张银票、1坛子酒、1封信。这拿着，想吃了就自己做。信是给干娘的。要得，记着。陆姑娘，后会有期。二嫂，他跟我说了对不起。大姐救命！爹把我们都押给赌房了。说清楚。爹赌输了10两，还不上，他们要带二姐走。爹把我们全押给他们了。娘，我出去一趟。小雪，外头凶险，要不找人同你一道？没事儿，我自有分寸。李佑安，按8按9随我出门办事。行。陆有金，10两银子，今天不还，那你女儿我就带走了。等等，你就是陆有金的大女儿，你爹欠我们10两，你给还了吧？我就欠5两。少废话，你爹欠的债你不还，那就拿你妹妹抵。你们当闺女的不替爹还债，说出去。你们儿媳的爹烂赌，你们会给钱吗？我嫁到谢家，是谢家的人，他陆有金欠的债，凭什么让我还？凭什么拿我妹妹比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爹，你这样的不孝女就应该天打雷劈！你跟你那个死娘一样，当初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。我娘，我没说。就这么多，滚！哼，不够。这个不抵，银子给你，够了。哼，小雪，爹就知道你向着我的，快把那金锁还给爹。何婶子，今日赌债我已经替他结清，但他这般嗜赌家暴，你不能一辈子忍气吞声。把他绑起来，狠狠教训一顿，让他长记性。安巴，能不能挺直腰板护住几个孩子，全看你自己。不对，我的力量在流失。陆雪，陆雪，陆雪，闭嘴！你烦不烦？有事你说啊！你待在我身体里还吼我？我觉得我快要死了。你到底死了没有？这次也许是真的消失。我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对身体外的感知越来越紧。我小时候其实过得很好，娘亲很疼爱我，经常有新衣服，还能吃糖。6岁的时候，我娘死了，我明明记得她流了好多血，但陆有金却说她是病死。1个月后，何氏来了，我开始没有新衣服，没有糖，我有干不完的活。直到陆有金跟我说何氏要卖我，我不愿，就被打晕了。再醒来，他说给我找了个婆家。他让我到了谢家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能忘了他。你对谢家做的事，
是不是很过分？站在谢家人的角度，是的。我死之后，看着你做的事，我有时在想，我要是最开始就不听他的，是不是会过得很好？会，谢谢。你能过来点吗？我还有件重要的事要拜托你。什么？二嫂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去私塾。你说过会支持我的，可不能反悔。二嫂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我有事出去一趟，回来再说。小雪今天起得这般早，不多回床上再歇会儿。娘，我回一趟娘家。哦，好。从前小雪提起陆家，只骂那一家子老不死，从未唤过娘家二字。难不成海他娘，你有没有觉得小雪有些不对？好像是她回来了。干嘛我小干？你回来了。我要见见陆有金。哦，好，你出去吧，我有事单独和他说。我问你，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说过，我的力气是上天的恩赐，我想这恩赐应该也让你尝尝。我只想知道真相。你说了，我不仅不找你报仇，还帮你解开绳子，以后再也不出现。怎么样？你娘，她是逃荒来的，一个人，力气大，会打猎，把她爹的本事学了10成10。我套兔子、套野鸡的本事都是她教的。自从娶了她，陆家越过越好，很快你就出生了。可我见生的是女娃，心里不痛快，喝了点酒，去了毒坊。她发现后，差点没把我的腿打断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敢进去。可她一连5年没再怀孕，村里人笑话我，我又开始喝闷酒。那天我又输光银钱回家，她发现了，我跪在地上求她，赌咒发誓，可她还是不依不饶。我一时气血上头，伸手狠狠推了她一把，谁料她后脑重重磕在桌角，当场就没了气息。你那时候推开门，屋里暗，我以为你没看清，我把你撵出去，清理过后，第2天告诉你，你娘夜里生了疾病，人没了。这么烂的一个人，竟然是我爹！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小雪，该帮我解开了吧？骗你的，你也信？陆有金，你杀了我娘，还想卖了我！我嫁到谢家后，你又不断撺掇我和婆家对着干，要钱要粮。你想没想过我以后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走了。还有，这个男人烂透了，为了你自己和孩子，你最好……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伤害我的孩子。给他看看伤，现在他死了对你们不好，不过也不用看好，活着就行。你状态越来越差，撑不住就别硬扛。我太累了，撑不了多久。小雪，你真幸运，他们是真关心你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别吓我！要走了，帮我把金锁埋在我娘坟前，再帮我跟谢家说声抱歉。还有你要小心，尤其是陆二丫。娘，娘在。娘，是我，他走了，让我替他跟你们说声抱歉。我的力量比之前大了。原来残魂一直在分薄这具身体，他走了，力量才完全回来。身子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一点事都没有。那你从这里步行回村吧，我和你娘还要赶去镇上，车上货多，带着你跑不快。你爹怕货物碍事儿，
方才我们把东西都藏进路边林子了，拉着你赶路太慢。希望你下辈子还能做你娘的女儿，也希望你能遇到一个好的父亲。体内力量彻底复原，水准已经和我前世巅峰相差无几。走，我们下山。小雪，你快看那边，老规矩，肉夹馍全要了。冯大哥，这是去哪儿了？2个月没见着您了。山里，陆姑娘，我这次来是想问你有没有耐放的吃食，能带进山里的，蒸一下就能吃的那种。有，干肠。什么肠？猪肉灌的，风干之后能放2个月，蒸一下就能吃，味道不比鲜的差。给我备10斤。10斤？您同僚不要？他们不敢要悠然居的东西，光棍一条的我无所谓。山里待了2个月，又黑又瘦，深山里的兽群往外跑，他也从山里出来。王掌柜呢？王掌柜回范阳了，我是新来的，姓钱。陆姑娘，王掌柜走之前交代过，干肠的事儿我来接。钱掌柜，您尝尝。好东西，王掌柜提前和我说了，悠然居每月固定要300斤干肠。300斤？嫌少？不嫌，只是目前产量有限，得扩人手。那是你的事儿，300斤，1个月后交货。成。钱掌柜，王掌柜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什么东西给我？他说不想让谢家知道，等你自己来悠然居的时候再给。来了来了，快进来！沈莹，带他们去后院。陆家妹妹，前院不用你收拾，鸡和兔子都在后院呢。原主说小心陆二丫，这人得放在眼皮底下看着。二丫，以后你跟你娘一起，1天10文，喂鸡、收拾院子、割草喂兔子。谢谢大姐。她跟梦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二丫，你往后心里有什么打算？想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今年12了吧？再过几年就该说亲了。我不想嫁人。哦？为什么？大姐，你信人能重活一世，把一辈子再从头过一遍吗？你说说看。上辈子我13岁那年遇上大旱，家里缺粮，我被陆有金卖给大户人家做粗使丫鬟，府里给我改名忍冬。我在大宅院里待了10年，20岁嫁给管事，生了个女儿。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了。后来有一次，小姐带着女儿回来，小姐从树上摔下来，我扑过去接住了她，衣服被石头划开，露出了肩膀上的胎记。夫人扒开我的肩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我就被带走了，关起来。后来才知道，我才是宣德伯府真正的嫡长女，平日里养在府里的叶青婉只是顶替我的假千金。他们怕我身份暴露，耽误贾小姐的婚约，直接把我软禁在郊外的庄子。1年之后我就染病身亡。我身子一向健康，根本不像体弱多病之人，心底一直怀疑当年是被人暗中下毒害死。所以你带着前世记忆重新回来了。我醒来一心只想报复陆有金与宣德伯府，但买药却无银钱，打算进山采药换资，顺便重设陷阱，先讨回几分利息。我把对付野猪的大铁夹子移到了套兔子的陷阱附近。陆有金带我去看过那些陷阱，只带我一个人去过。结果还没等我动手，你先把他收拾了。所以你恨我？不恨，你做了我上辈子想做却没做到的事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想不明白就别想了，以后跟着我，有饭吃，有活干，
你那个什么宣德伯府的事，以后再说。忍冬，今天咱们往里面走走。哈，大姐，这树怎么都是断的？熊抓的，之前来过熊，如今黑熊已经不在，不必害怕。大姐，快跑！有狼群！忍冬，大姐，他们不用怕，都是我养的狼，方才只是逗你玩。忍冬，往后你打算怎么走？我想先攒银子，去京都，回到宣德伯府，这样我才能接近他们，才能报仇。大不了我给他们下毒，同归于尽。银子我现在就可以给你，可你自己能安全的到达京都吗？到了京都，你怎么回伯府？直接说你是伯爷的女儿，你连门都进不去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能怎么办？你有医术。你要是成为人人敬仰的神医，还怕没机会接近他们，没机会进宣德伯府吗？可我只学了7年，他就不教我了。是他不想教，还是已经没什么可教？你一直在成为神医的路上走着，只要你不停下，你总有一天会成为神医的。大姐，我不想开作坊，我想开医馆。好，我帮你。大姐，上辈子大旱那年一子而逝，我亲眼看到的邻居家的孩子被换了、煮了，我挣扎到底，采药卖药攒银子，想带着3丫4丫逃，可逃不出去，到处都是流民，到处都是。我死的时候，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大姐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上辈子谢家满门死绝的那一年，根本没有陆雪这个人。谢家那时候只是李巧兰、子舒和宝珠，其他人都不见了。我找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你那时候根本不在。既然我上辈子不在，那这辈子我来了，结局就该不一样。这辈子谁也别想死。回去就在我家看这些书，没什么事儿就往田郎中那儿跑，得让大家知道你在学医。一个女娃子学什么医术？不让学，你倒是别教啊！来，你先给我看看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来月信了？是。可从你的脉象看，你气血旺得很，不应该不来啊。大姐，你好像补过头了，你以后得少吃些肉，多吃点菜。不，我没有，你瞎说。大姐，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，月信会一直不来，气血失调，脸会变黄，还会掉头发、长皱纹。停！我少吃。大姐，上辈子明年大旱，粮价翻10倍，叛军要过江。队长，钱掌柜的信，肝肠追加订单，约定600斤。这平静日子维持不了多久了。